这里被称为亚洲第一天坑，坑口面积118万平方米，足足有160多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这个地方落差达到444米，是世界第一高陡边坡。坑道神秘莫测，日寇占领期间，老百姓称之为鬼门关。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我现在在湖北黄石，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巨大的天坑。天坑位于湖北省4A 景区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内，这个面积23平方公里的矿山公园是曾经的大冶铁矿，这儿可不简单呐。咱们国家从古至今有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这儿采过矿，最早有记载的，比如说三国时期吴王孙权曾在这儿筑炉练兵器，那可是1800年前了，打仗都用刀啊架的，那可不都是铁炼的，谁掌握了铁矿，谁就抢得了先机。唐末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首领，被称为最残暴书生和空前绝后的流寇的黄巢，曾在此演铸兵器。南宋民族英雄岳飞1134年屯鄂，在这里炼制出了大冶之剑，带领士卒持剑屡胜金兵，将金兵打得屁滚尿流。晚清中信4大名臣之一，时称张香帅的张之洞在此开办大冶铁矿。1908年，大冶铁矿成为亚洲最早最大的跨地区跨行业集团公司汉冶平公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重建大冶铁矿，伟大领袖毛主席于1958年亲自视察了大冶铁矿。1800年来，从这里先后开掘近1.3亿吨优质矿石。有人粗略计算，如果将这些矿石提炼加工制成钢轨，可铺设220条经久铁路，足足可以绕地球13圈。然而，再丰富的资源也有枯竭的一天。到本世纪初，大冶铁矿被国家列为危机矿山。矗立在眼前的这座高度30米的建筑是公园的主碑，里面有11个铁箱子，分别装载着大冶铁矿所产的各种各样的矿石。矿区非常大，大约步行了20分钟，还没找到天坑，倒发现了一处有江南情调的小池塘，塘边是树木茂盛的小山丘。谁能想到，这小山丘的山体其实是空的，里面是用来存放炸药的洞室。因为开采铁矿呢是需要用到炸药的。汉冶平炸药洞遗址，它是20世纪初开凿的。我们进去探一探。这个炸药洞全长150米，由3个独立的山洞组成。当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冶铁矿，掠夺我国资源的时候，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鬼门关。怎么回事呢？当时日本人经常调中国工人为他们搬运炸药，由于存放不当，在这个山头上曾经炸死了300多个中国劳工。所以有这样一个童谣：上了狮子山，如进鬼门关，活人走上去，死人往下搬。不忍回首的往事洞室里配有通风口，直通地面，散热排风。由于此时游客不多走在洞里感觉有点阴森压抑。坑道的侧面还有房间，房门半开着。我犹豫了半天，愣是没敢进去。由炸药洞出来，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个绿植茂盛、鸟语花香的广场。在这个广场上展出了当年矿场里使用的机器设备及运输工具。来看看这些庞然大物，哇，轮胎长得比我人都高。超级巨大的压路机，主要用于柴厂路面的整修。苏马汽车，产自前苏联，1950年的时候进口的。这是一台南京产的双机液压台车，自重57吨，主要用于地下采矿凿岩用。这些设备如今安静地矗立在广场上，想当年它们可是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看到它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热火朝天的采矿场面。这是当年矿区留存的一幢办公楼。经过办公楼，我们看到一块硕大的铁矿石。这块石头形似中国地图，
它就是从这儿开采的，石头重26吨，上面刻着大冶铁矿4个金字。距离这块石头58.915米处就是伟人毛主席的雕像。58.915米意为1958年9月15日毛主席视察大冶铁矿。这尊雕像净高9.15米，重140吨，是用花岗岩制成的。主席的形象特别的伟岸，表情也特别的和蔼可亲，再现了毛主席在大冶铁矿视察的真实情况。关注点赞。